2024年的8月24号星期六，在桃园的大园沙滩排球场，今天2024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继续进入到第2天的一个赛程。比赛的赛程来到下午，要为大家送上同样是我们地主队2场比赛。首先来看到女子组的部分刘碧欣跟吴淑芬的一个搭档，在这场比赛要来面对南韩的一个对手，2组人马要争夺一张8强的门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查理。在这场比赛特别是请到了过去曾经在亚奥运担任我们沙滩排球代表队教练，目前是在南部树德科大任教的体育系的彭义坤彭主任。彭主任你好。大家好。当然讲到沙滩排球这一次没有在澎湖举行来到了在桃园这边进行当然这4天的一个比赛，虽然今年参加的一个队数男女子组好像比起往年比较少了一些，不过竞争的强度还是不差的对，感觉上今年有可能是因为刚好是奥运结束然后现在又加上日本有他们国内的联赛，所以队数感觉上是有点少。来自马来西亚。好，在下午的第1场比赛看到主审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裁判，那副审第2裁判是来自于泰国的裁判。接下来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 ，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韩国队 Team Korea Number 1辛基恩 and Number 2西恩密。接下来用你最热情的掌声，一起来欢迎地主中华队 Team Chinese Taipei Number 1刘碧欣。好，画面上看到这是我们台湾的选手刘碧欣搭配吴淑芬。当然，在分组的一个赛事当中刘碧欣跟吴淑芬前2场比赛都拿下了胜利不过这场比赛面对南韩的一个对手当然要全力的来争取8强的一个门票了。是，我们也很期待这场比赛。当然，在去年澎湖所进行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我们女子组又派出了4组人马，男子组派出3组。不过今年回到本岛的这一次赛事，我们采取精兵政策男女子组只有各派2组人马而已。是。原则上，地主队可以多派1队来参赛。在国际赛的时候，通常最多就是取一个国家2队来参加比赛。我们知道泰国跟澳洲这一次都是在男女子组，其实都派了还蛮多队来参加的。是。画面上看到刘碧欣，这是原地起跳的这样的一个发球。女生在发球的部分，通常她都会采取比较跳跃式的漂浮球。刚才南韩这边的这个防守在往上的一个相持你来看到这个球被碧欣压下来之后，结果是被吹了一个持球，因为他刚刚是同时压球之后有一个高手持球的动作。这个球直接被吴淑芬在网上这个霸包球直接收下。这个霸包很好吃我看到打沙滩排球的选手，其实整个肤色都非常的黝黑，充满了这种健康美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好，最后一刻把球垫过来，南韩这边想要来攻空档，碧欣做给淑芬。反而被吴淑芬这边找到了对方的一个空档得分是，他这个刚刚韩国队做一个比较被压迫的回防所以制造我们中华队的一个机会。在第1局的开局就是一波4比0刘碧欣，碧欣的发球觉得还是蛮稳的是。哎呀！这个球的一个处理下手在淑芬这边并没有处理好。对，太急了，因为重心应该要放低一点。吴淑芬接发之后，碧欣做给淑芬，这个球直接轻松送到空档。沙滩排球只有2名选手在场上要 cover 的面积真的还蛮大的。而且他沙滩排球除了体能要求相当多之外，
每个选手的技能是要全面的哈。在昨天第一天啊，其实哇，这个球被韩国队吊球吊到。对。通常3排球在吊球的时候是不能像室内排球一样用指腹来吊球，那是犯规的动作，所以我们是用这一个叫做 poke shot， 英文叫 poke shot， 就是像是有点像中指跟食指一样，对，像那个猪爪一样哈，中指跟食指的部分哦弯曲，然后用手背的部分来击球。比如说练沙滩排球，一开始就要先练怎么样在沙地上来移动啊。对。啊，彭老师过去在带队的时候训练，其实当然一定是在大太阳底下训练啊。那在沙地上沙滩的一个移动，在沙滩排球这边，对于这种初学者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技巧可以来告诉大家？就是还是要多跟沙子接触吧，真的哈。因为沙子有时候我们一开始刚接触这个沙排的时候，它使力的方式、肌肉使用的方式哦，还有身体跟沙子的适应都还不是很 OK， 那所以没有办法吃到力气，所以它在移动方面也不是很流畅，所以等于是说非常耗体力。第一局7-3，目前中华队还是有着4分的领先。其实过去看《捍卫战士》啊，大家都被汤姆克鲁斯在那个电影里面的这个沙滩排球给吸引哈，沙滩美式足球啊。第1集是沙滩排球，第2集是沙滩美式足球。哦，韩国队这边的今天在第1局开始的攻守，感觉上并没有马上的进入状况哦。我们刚刚可以看得出来，韩国队这个1号选手在攻击的时候，事实上他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哈，他的身体跟沙子的一个适应度感觉上还是不够，他完全没有吃到沙子的力量哈，他就急着跳起来，所以他整个东西是跳不起来。他跳不起来的同时，他身体也就没有重心，那相对也就没有办法打好球。从这慢动就很清楚看到，毕竟这个吊球就是用这种鸟爪式的这样的一个抓法哈。poke shot， 对，就好像这种武侠小说里面这个鹰爪功一样。是，毕竟又来了。而且用这个顶球的方式，我们练到熟练的时候，也是可以跟硬地一样做手腕的运用。所以还是可以控制点。控制弱点。哇，现在10-3啊，拉开到了7分差距啊！南韩队这边这个时候请求一个暂停。彭老师怎么看这个毕昕跟淑芬在第1局开局这样的一个表现？这2队比较起来，中华队的基本功跟沙滩排球的一个熟悉度还是优于韩国队。在赛程的一个安排部分啊，我们知道这一次从8月23号到8月26号，为期4天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今天跟昨天都是进行小组赛跟这个16强的一个阶段，到明天开始也是8月25号礼拜天，在大园这边就要来进入到8强的一个淘汰赛的阶段。通常我们国际赛沙排的部分的话，都是会取24队为 main draw， 就是主要的赛程。对。那如果报名超过了24队以上，在赛前的前几天，他还会做一个 qualification， 就是资格赛的一个赛事准备，然后由24队来开始做分组，分组完之后取16强。对，然后再单淘汰，来逐步的进入名次赛。好，韩国队的进攻被毕昕守起来，这一次被拦网拦到。毕昕的这个杀球完全被南韩的2号西恩里给拦了回去。毕昕这个球是感觉球有被风吹到他原本预设的击球点，所以球跑到后面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看到前面拦网手。所以他只能顺势的打过去，就被拦下来。这一次的发球结果发出了界外，
当分数来到了7的倍数的时候，像刚才来到了10-4，所以双方要再度的换边，所以在7的倍数的时候都要交换场地。那每一局啊，这个总分加总21分的时候，是每一局的技术暂停时间。是。这个前2局分数7的倍数和7的倍数换边，它的用意是在于说，沙滩排球在室外场地它有风、自然的风，还有太阳的位置都会影响到这个比赛的一个结果跟过程，所以以公平性来讲是要做这样的调整。比分现在12-4。刘碧欣的发球，这一次的发球再度造成了在韩国这一边接发球失误。画面上刘碧欣真的是经验老道的而且这个搭过这么多的这个搭档，包括现在他们这次中华队教练的顾乃涵，之前也是刘碧欣的搭档。是，他们搭档了大概4-5年有了。而且他们这组搭档在很多国际赛、在世界巡回赛的积分，其实都缴出了不错的一个成绩啊。他们曾经在 World Tour 的 ranking 世界排名到40几名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全世界排名40几名。他们之前联手已经拿了6面的世巡赛的奖牌，包含。这只差了金牌有银牌跟铜牌。对不起，还有一个韩国世巡赛的金牌。这段期间看到刘碧欣连续的发球得分比分现在一下子被拉开到16-4了。再来1分就要来到第1局的技术暂停。这一局无输分其实还蛮轻松的。因为碧欣他有针对对方的缺点来发球，所以对方的接发球有可能在人的部分，有可能是在2号的部分有点比较不 OK。然后沙滩排球发球的部分，通常我们都是有针对性的。是，现在总分来到21分，技术暂停，我们休息一下。8月24号星期六，在大园沙滩排球场，目前正在进行的是2024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代表台湾的刘碧欣无输分，在今天这场比赛面对南韩的一个对手现在要抢8强门票。目前看起来，第一局的比分17-4，很悬殊的一个差距。淑芬把球做起来，哇！碧欣的这一个杀球又是在界内，非常的流畅因为相对的韩国，刚刚我们在回防的时候也没有给我们中华队太多的压力。韩国这边在组织上，其实他们整个进攻也没有说配合的非常好。这个球再做一个斜线的扣杀，刘碧欣。最近这段时间，碧欣一个人就可以在场上1个打2个就够了。发球、接球、攻击。第一局的比分已经是来到了19-4。这一个发短，淑芬技巧性的发球。对，哇，跳在半空中最后是一个轻推的一个吊球。做一个技巧性虚攻的打点的动作第一局的局末点 set point。
在这边的这一个击球自己打挂网了。那第一局的比分就是21-4啊，这是蛮悬殊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其实从昨天的第一天的一个比赛看到今天啊，毕鑫跟淑芬的这一个搭档，我觉得有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以吴淑芬来讲，她在前排其实还蛮有这个威胁性的。是。我们。好，我们继续回到这场比赛。中华队在这场抢8强门票的比赛啊，面对的对手是来自于南韩的对手。不过从第一局的内容看起来，两边的实力是有一些悬殊啊，是有差距的。我们刘碧鑫的发球。哇，这个球其实你看刘碧鑫的反应多快啊！反应非常好。这又是用左手，你看这个球吴淑芬的拦网，拦到了之后，球其实是有改变一下方向啊，碰了一下之后，刘碧鑫直接用左手推向空档。是。好，南韩这边这是一个打直线的攻击啊。通常3排球，我们在防守的部分的时候都是前拦后防哦。那前拦通常会拦直的，然后后防就是手斜的。后防会手斜的。是的。来做一个搭配。那这里面是一个基本的防守的形态。那之后内容的部分靠他们2个去做调整，去做配合。有可能我们设下陷阱让他打斜的，是，或者有可能设下陷阱让他打直的，来做一个战略的搭配跟运用。吴淑芬的发球之后过往急坠啊，再度造成了南韩这边接发球的失误。吴淑芬这一次的发球，是一个 ace 哦。我们在3排球输赢，这个叫夫妻球就是发2个人的中间。不抢或是很抢，2个有可能会让球或是抢球，造成比较好的发球效果。这跟打网球这种双打好像就是要打对方2个人中间那种感觉，那种意思有异曲同工之妙。第2局的比分现在很快拉开到了6-1了。换边之后，南韩这边的一个进攻，结果自己攻击出界，想要推向空档啊，但是韩国这边自己把球打出了界外。是的。吴淑芬的发球。我觉得韩国在这边整个攻击的一个2个人的配合做得并不理想，因为你看刘碧鑫跟吴淑芬2个人配合一比之下就高下立判。是的。你看淑芬这球垫起来，
要知道在沙地上啊，沙滩排球起跳，其实说实在，有打过沙滩排球的人都知道，跳起来是还蛮吃力的。所以它屈髋屈膝的角度，事实上会比硬地我们在跳跃的时候来的角度更大。嗯哼，因为要蹲的比较低一点，它才有办法作用力反作用力的情况下，让你的身体能吃到沙地的力量，在弹跳起来。南韩在这个时候再度的要求暂停啊，场上的比分已经是第二局来到了9-1。第一局跟第二局看到画面上戴着墨镜的刘碧欣，完全是经验取胜。在整个第一局的中段啊，靠着连续发球，哇，是完全让整个南韩的分数在第一局是冻结在4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中华队的发球哈，它还是有一些针对性哈。第一个针对接发球比较弱的选手，第二个他适时的调整发球的落点哈，让对手不适应我们的发球的节奏跟力道还有强度哦，会达到发球的效果。那如果能够顺利的抢下了8强的门票的话，那刘碧欣跟吴淑芬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将会是泰国跟澳门。那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获胜的队伍，泰国在亚洲的沙滩排球其实实力是算，泰国在亚洲的实力是非常强哈，是，而且他们发展的他们已经分流很久了哈，所以他们从国中、高中成人队都已经是开始在很积极的大量的在栽培沙滩排球的选手，而且在国际赛也都有很显著的成绩表现。那彭一坤老师刚才提到了分流，就是在整个国内排球运动的人口要够多了，我们就可以把室内排球跟沙滩排球的一个从事的人口做分流。对，不会说在台湾要找沙排的选手要从室内这边来挖。是。其实以台湾这样的一个海岛国家，我们的要培养沙滩排球的人口应该不会太困难，不会太困难啊，对不对？南韩这边你看又是自己攻击的一个失误，而且在沙滩排球发展的成本上是非常划得来的，投资报酬率是非常划得来的，因为它只有2个人一组，而且说实在场地也不需要说要很大的一个成本付出，对不对？是。好，现在这一次的攻击失误啊，比分来到12-2， 7的倍数啊，两边要换边了。在桃园大园的这一个沙滩排球场，我们昨天转播有提到，当年108年全运会花了非常多的一个预算，设立了这个标准的这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但是在今年办完了这一次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之后，这个场地现在可能要作为其他的用途了。刘碧欣的发球出界，是觉得蛮可惜的啦，对这个场地来说。那我们可以建议把这个沙，因为建造沙滩排球场成本最高的还是沙子那这个沙可以给我们有需求或重点发展的学校单位来做接收，那他们只要付点那个运输费，这个场地就可以搞定。对，因为沙滩排球的沙，其实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沙的要求是很高的，对不对？有一些国际上的标准那如果有一些比较不良的沙质的时候，就是例如说我们从稀沙从稀采取出来的沙子，它很容易就会变成它有泥土的一个成分在。一下子它就会变硬。它不像说这个海沙，它就是完全纯质都是海沙。那我们另外一种就是比较通用的是人工沙，叫工程沙这个是也可以制作。工程沙也可以拿来当做沙滩排球的这样的一个，而且它还有 size 的规格可以要求那然后我们在讲细腻的问题是说，沙子也会影响到选手的表现跟他的适应度。那沙子有大有小，然后沙子的形状，像在海边的沙子或是在我们的工程沙，有时候它的沙磨得很圆，那圆形成的情况下，选手在平面的对，选手在平面的移动或是在跳跃的时候，相对会影响到他的表现。
所以这个都会影响到选手，都还是要提前去适应。对，其实彭一坤老师刚才也点出了，这个场地如果未来不再使用的话，这个场地的沙子真的是可以让可以再利用哈。对，可以再利用。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用高手推球过去对方场地，这个有一个明文的规定，就是说我是要正面把球推出去的，而不能有变向的动作。变向动作它已经犯规了。哦，这个就是沙滩排球跟室内排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有变向的话，因为它只有2个人在防守，那在沙地上移动不易的时候，那这样会造成守方不公平哦，所以它规则会是这样限定。好，16-5，第2局现在很快的又来到了技术暂停，先休息一下。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在8月24号星期六这一天，在桃园机场旁边的大园沙滩排球场。画面上这是代表我们台湾的2位选手啊，刘碧欣跟吴淑芬，也是可以说是算是这一次我们2组啊女子代表队里面实力就是最强的一队。对。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待会儿另外一组啊，这个女生的地主队的王欣婷跟谢依然也会在下一场比赛来出赛。碧欣跟淑芬这场比赛真的我觉得轻松打哎。对。在技术层面啊，在经验度上，看起来是比较优于对手。那这个球也是发向2个人的中间夫妻球，效果非常好。刘碧欣跟吴淑芬昨天对马来西亚，今天对南韩，我觉得这2场比赛打得都好轻松啊。对。不知道对到在澳洲或者是泰国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激烈了哈。是。刚才碧欣的一个救球送到后排，韩国这边救起。好，淑芬这边的攻击，还有。哎，这一球啊，双方倒是打了蛮多来回的哦。哇，淑芬的这个球结果是打长了，打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沙滩排球除了沙地的一些移动跟跳的因素之外，在击球的部分啊，它只要如果差一点点的话，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它的球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它要很精准的把球击好，这个球才有办法控制好。那待会我们可以再继续看一下韩国队在击球的时候，它的重心是不稳定的，那所以它击球的感觉也会相对的也会不好，所以这颗球会比印地打起来会更要求技术层面会更高。刚才我们的吴淑芬这边2次的进攻失误啊，一次是打多了打出界，一次是不够。淑芬再来。哦，这段期间在韩国这边连拿3分哦。在沙滩排球很常看到在画面上这样重播这种愉悦的一个救球镜头，因为防守面积太大了。一个站那边，一个站后面，不要2个站那边，一个站一层的后面，一
吴淑芬接发，现在来到网前，这个球是在界内落地。从这个角度来看，两位南韩选手其实都退得蛮后面的。是，而且他们还是以退篮为主要防守的形态哈。这样的话，等于是被动会被挨打。哎呀，毕竟这个球想要打到后场的一个吊球，但是打出了界外。选手有时候会利用一些小技巧来拖延一下比赛的节奏，让自己再喘息一下。例如说，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看主审下方有一个小的白布对，那个白布就是要让选手擦拭那个眼镜用的。是。那我们通常选手只能用这种方式，这个就是 delay 的一个罚则，黄牌。南韩这边刚才有点拖延比赛哈，是被赏了一张黄牌，还没鸣笛啊。对。吴淑芬接发，毕欣做给淑芬，哦，这一个重炮。这场比赛现在比分来到了20-9，已经是来到了赛末点了。南韩这一次的一个接发算是有到位了哈。是。三排球因为没有现场教练指导行为，所以他们必须要两个人一直在互相沟通才有办法达到比较好的化学变化。淑芬做给毕欣，毕欣最后是直接的一个小吊球，比赛结束。第二局的比分21-10啊，那这一场争夺8强门票的比赛啊，就是以直落2啊，恭喜中华队的刘碧欣跟吴淑芬这两局的比赛21-4、21-10，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差距，他们打进到了8强淘汰赛。再次一个热烈掌声，恭喜我们的中华队的组合刘碧欣还有吴淑芬顺利进入到。2024年的8月24号星期六，在桃园大园的沙滩排球场啊，在今天下午场次啊，为大家带来的这场女子组的比赛，非常恭喜我们的刘碧欣以及吴淑芬的这一对的沙滩排球组合，他们顺利的击败了南韩的对手啊，杀进到这一次的8强。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内容，彭老师有什么样的看法？今天中华队在第一个部分发球的部分，它的针对性跟发球的效率很高。那第二个部分是
在第一波的组织攻击的稳定度也非常高。是。那所以在这2点基础的建立下，我们就能比较轻松的赢得这场比赛。好，顺利的抢下了8强的门票之后啊，这场比赛转播也要告一段落了。提醒您，在接下来还有另外一场女子组的一个赛事，将由我们的一个排球桂纶镁啊王欣婷跟谢逸冉的一个搭档，在下一场比赛将来面对强敌啊，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对手，将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也请大家在稍后继续锁定了现场直播。我是陈雅礼，跟我们的讲评彭一芬教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在下一场精彩的沙滩排球再会喽，拜拜。好。
scoreboard staff where color. 大会广播，请负责分数牌上面的单位牌的服务生的女同学，请赶快把单位牌拿出来。
2024年的8月24号星期六，画面上您看到的，这是在桃园机场旁边的大园沙滩排球场进行的比赛是2024年的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在接下来为大家转播这场比赛将是我们地主的一个好手王馨婷、谢逸冉将要来对上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强敌。这两组人马将要来争夺接下来的一个8强门票。大家好，我是查理。接下来的转播工作呢，将由我还有来自于南部树德科大体育系的彭义坤彭主任来担任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彭主任好。大家好。当然讲到了这一次参加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我们女子组总共派出了2组人马。稍早之前已经看到刘碧欣跟吴淑芬已经率先挺进到了8强了。那王馨婷跟谢逸冉这一组人马好像搭档没有很久的一个时间。是。他搭档的时间就是最近这1-2个月因为沙滩排球搭档要产生化学变化才有它的效果如果一直是物理变化的话，没有办法1+1大于2但是我们还是期待他们的表现。好，在现场介绍完双方的一个选手以及2位执法的一个裁判之后这场比赛将要正式来开始。画面上看着戴着帽子的就是王馨婷这场比赛将由谢逸冉先来发球。谢逸冉这个球救得不错。哇！但是这一球尝试打得比较平结果挂网。在女子的沙排方面在做球比较少看到这种上手的这样做球，因为上手多球它的要求比较高而且在裁判的标准上也会比较高。虽然现在沙滩排球的高手多球在 FIVB 的推广下它尽量能跟规则要求能跟室内一样但是它的要求还是相当高好，来看到这个球，王馨婷做一个直线有点 inside out 的一个感觉，刚好压在线上。这个发球的抛球有可能有被风影响到，是不是？是。哇！结果这一来一往在澳洲这边这个球是直接发进场内，一个 ace。这一次就出界了。我们可以看到澳洲发球的一个态势也是发2个人的中间这球比较靠网。好，面对馨婷的一个拦网澳洲队自己这边打了一个 no in 对。有时候打这个虚攻斜短的球有时候都会常常会打到自己的区域里面去，因为想要打得更刁钻更有威胁性。尤其是彭老师刚才有特别讲，在沙滩排球里面这种吊球的一个打法是不能用指腹，是，那必须要用像这种鹰爪功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抓法。4-3总分来到了7分，必须要来换边。这也是沙滩排球特别的地方为了因应场上的一个风向，尽量让2组选手在公平的环境下来进行比赛。是。哎呀，我觉得馨婷这个球有点急了。对，空档是出来了，但是打太急了，反而把这球打出了界外。还是问题出在我们一开始的接发球谢逸冉的接发又是太靠网，比分现在第一局来到6-3，澳洲队领先。哇，馨婷的攻击第一时间被澳洲队这边1号直接给从网上给压了下来。
所以沙排的第一手的基本功相当重要哦，击球数大概占了70%以上哦，都是用第一手，不管是接发、手背、举球，几乎都是用第一手。7-4，3分落后的中华队，王欣婷发球。哇，这一次澳洲这边判断也是相当的准确。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比起正规的室内排球要来得更小，是对不对？如果半场来看的话，是各缩短1公尺哈。那整个场地是8×16。1公尺就是100公分，对，100公分。对，那我们在室内排球是半场是9×9。那这个场地考量缩小，主要是2个人为1队哈，而且他没有办法换人哦。哇，这个球又是太靠近网边呐，直接在网上被澳洲队这边给抓了下来。9-5，欣婷接发之后，现在在这边，吹的是澳洲队这边触网了。是，澳洲的拦网相当有侵略性啊，企图性非常旺盛。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像鹰爪功这样的一个抓法，是做吊球。好，这是我们的chance哦，谢依然在这边的这个球好球。那这一次我们中华队的防守的1传啊跟2传的节奏，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节奏。希望他们能继续维持下去。哎呀，这个发球可惜差一点点，又是打在网带上。依然的接发不错，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我们的接发如果稳定性高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 hold 住第一波的分数。那在排球的规律上，第一波是我们最主要 hold 住的因素。如果你不 hold 住的话，等于是对方的反攻是加分的，那相对这样累加起来，就是以输的结果来呈现。这个慢动作来看，这个主审直接抓持球，是抓的，因为这个动作刚有提到沙滩排球的高手举球要求非常高，而且裁判非常自由心证那我们通常都会告诉选手说，如果你试着去高手举球，但是如果觉得 OK 的时候，就继续举 ，keep going。那如果没有的话，他是只要一判的话，你就改变一下你举球的方式。澳洲队这边攻击出界，哇，在第一局现在中华队后来居上。王欣婷、谢依然的组合现在是取得11-10的1分领先。现在进入到第一局的技术暂停，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8月24号的下午，在大园的沙滩排球场这是2024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目前进入到第2天的赛程。在电视转播的这一个场地来看到我们地主队
台湾的2位女将王馨婷、谢依然，这场比赛面对的是澳洲的强敌。不过在第1局进入到技术暂停的时候，哇，中华队目前是11比10啊，1分领先。是。回到比赛，谢依然的发球。从第1局的内容看起来，这一组澳洲的一个组合表现并不是那么的稳定啊。不过在进攻上，他们还是有着身高的一个优势。对，他们靠着身高可以多拿几分哦。这是我们的chance哦，馨婷。哇，这个球被打在了界内。暂停过后回来，澳洲这边连拿2分。哎呀，可惜。想法是正确的，但是谢依然这一个空中的这一抓呀，是澳洲的这个发球发的点哈相当不错，也让馨婷在接发有备受压力。哎，线神说这球压线，好球。现在中华队还是要把重点着重在接发球稳定度还有发球的一个压迫，比较靠网哦。哎呀，结果这球反而有一点被澳洲队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啊。是。连续2个球都被澳洲队这边打到了我们防守后排的空档。是。我们在攻击的时候，如果比较有经验的选手，他在起跳当下的时候，甚至是能力更强的选手，他在空中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对方场区后方，尤其是后方他站位那我们就打另外一个点，让他守不到。15比13，加起来的总分是28分。由于是7的倍数啊，所以必须要再度的换边。现在换过来这一边之后，谢依然的发球，在往上，哇，这个球等于是做球做霸包给对方攻击啊，可惜。这个球应该是我们的机会球。对，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chance啊。是，没有把它把握。16比13，澳洲队这一次的发球又是直接得分，17比13。好，王馨婷这一次面对对方的一个拦网攻击得分。说实在，我觉得台湾在北部地区知道大园这边有这样的一个国际标准的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的人，我觉得应该相当少。不过这几天还是看到了有一些球迷来到现场来看球。对，刚才在场边都有听到替这个馨婷跟谢依然加油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是，这个除了排协的一个推广跟行销之外，我们在网络上也有得到相关的讯息现在是网络行销的年代。像这次比赛虽然没有在电视台播但是透过网络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个直播，同样是有得到了有蛮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回响，观看率也是蛮高的。不过这个时候场上的比分现在已经来到了19比14了。
网上的球直接被澳洲队这边2号的选手斜线的攻击打进来。现在20比15，总分35分，又来到7的倍数，所以再度的换边。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澳洲他在第一波攻击的形态还有策略，是只要说第一颗尽量能接靠网，利用他身高的优势来打第二颗球，那收到突袭的效果。换边过来之后，这一边现在看起来有点像，虽然是有点逆风啊，不过刚才澳洲队这边太大力了，直接发球出界。那反过来说，新廷这边则是有点顺风的情况，并不能够太用力。是。哎呀，这个球选择放掉，不过在界内落地啊。第一局比赛结束啊，21比16，在澳洲的组合啊，在这场与台湾地主的对战当中，是以21比16先取得点。我们休息一下。2024年的8月24号星期六，在桃园大园沙滩排球场进行的是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球评彭一坤老师还有陈雅里为大家转播这场台湾地主王新廷、谢依然来对上澳洲的比赛。第一局21比16，澳洲先下一局。来到第二局的比赛，一开始又是澳洲这边先拿下分数。澳洲这一对组合Elizabeth 跟 Tara， 哇，在前排这边，新廷刚才处理球的时候又出现了失误。对。你看到2个澳洲选手都沉退啊，所以依然这边就直接轻松打就好了。是。而且澳洲队退得太快了可以让我们中华队有机会看得很清楚来击球。接发球出现了失误，2个人抢着去接。2比2，这是我们讲的夫妻球。用夫妻球来形容还蛮有意思的王新廷的跳发，结果出现了失误，发太长了。谢依然接发这边，新廷帮他做球，哇！不过第一时间直接被澳洲队这边1号球员在网上给抓了下来啊！是。依然他选择打切扣看东击西来做切子的动作，最后还是被拦下来。还是一样打直的被拦下来。还有哦！哇！不过这等于又是送一个骂包球给对方啊！是。在2比2平手之后，被澳洲队连拿了3分，所以在只有2个人的沙滩排球，2个人的默契互补真的很重要。是。我们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因为沙排没有现场指导行为，所以
A 选手是 B 选手的教练，彼此是彼此的教练跟队长，还有队友，还有 partner。为什么在沙滩排球不能让教练坐在休息区来做这样的一个 coaching 呢？那这个从一开始跟网球一样的规则一样，就是一样，它是它的特色。对，它有可能也是要塑造成这个运动是比较的独立性。选手的，然后这个规则设立出来的时候，可以创造出球员的个别的特性。此球又被澳洲给救起来。好，不过总算是被对手连拿4分之后，现在展开反攻，拿了1分回来。又是一个愉悦的一个救球啊！澳洲好像很习惯用这种上手来举球哈。对。哎呀，谢谢。因为澳洲它在发展沙滩排球历史非常悠久哈，而且他们在追寻的就是一直男生女生从小就是高手，灌输给他们动作跟训练哦，这是高手。因为这个要搭配到他们国际赛哈，通常用的方式是，他们把球接到另外一边哈。然后他可以举也可以攻，这是澳洲的传统打法，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这样的打法，所以他必须从小就要开始练高手举球，这是澳洲特殊的一个战术，而且我觉得这个战术非常好。好球，辛婷，直接这样子用这种鹰爪式的一个吊球啊，把球推向右边的空档。还是用这个高手来举哈。这个所需要的基本能力是他的指力跟他手掌的力量肌力还是需要够。因为这2天的转播看起来，就是当你高手举球的时候，其实还蛮容易被抓连击的。是，所以通常选手看大部分应该是只有澳洲女孩子比较常用。哇！中华队这一次的接发结果又出现了失误，10比4，现在总分来到14分，再度的换边。看我们如果沙排是能用高手来主要举球的时候，他在节奏的攻击上是有好处的，然后在变化上也会对攻击是有好处的。6分领先的澳洲队，这边的发球又是发在2个人的中间，看起来好像应该谢依然去处理这个球啊，但是2个人面面相觑。是。其实，在赛前就有听到这个我们的顾乃涵教练就有喊说，发球是重点。是。好球，希望这样的好球多一点点啊！王欣婷，来看到接发之后，在搭档谢依然这边做给他，王欣婷直接做一个右向左的这样的一个吊球。刚才这个发球好像有点压迫到，不过人高马大的澳洲队反而能够修正回来啊。我们发球原则就是要让他很不舒服的来接这颗球，让他很不习惯的接这颗球，而不是同样发同样的强度、弱点、力量给他适应的，对我们来讲就没有好处了哈。好球，所以我们通常会发点。然后前后调动，或是左右调动，让他去做移动，不要让他很舒服的接这颗球，那这样发球的效果就会出来。辛婷的发球，整个后场是让出了一大片的一个空档。这个是刚提到的前篮篮协手持的。对不起，篮子手斜的一个正常趋势。那对手他要打你直线，一定要过篮网
拦网的手。那相对的后面这一个就需要后面来防守。哎呀，好可惜呀、谢依然这个球又是打出了界外，对方已经是退了，只要把点打出来就可以得分。好，澳洲队的这一个发球挂网，现在在第2局的比分来到了14比7，总分21分。现在是第2局的技术暂停，休息一下。第2局的技术暂停啊，现在结束啊，14比7，目前澳洲领先我们地主中华队有着7分的差距。啊，当然这场比赛啊，获胜的就可以晋级到了8强。那8强的对手将是在前一场轮空的菲律宾。菲律宾的沙滩排球水准好像老师也不错哦。对，最近这几年他们有积极在发展。暂停过回来，谢依然的发球，结果再度的挂网。15比7。澳洲队这边也礼尚往来啊，一个发球出界的失误。轮到是王欣婷的发球。这球出网进，垫高之后，哎呀，手斜了，但他还是打直啊。是这个是必然趋势，但是后面的防守，这个是防守的责任。那我们就是要利用一些这个防守的一个战术来守到他的球。其实有时候不一定要等到第3球才进攻，对不对？有时候直接接发起来就可以做进攻，对不对？现在世界这次男子奥运金牌瑞典，我们打球都是1、2、3哦，他现在节奏是1、2才是他们的节奏，就是几乎只要能第2颗球击球的，他就第2颗球攻击。就是不用拘泥，一定要打到第三球，所以他会造成对方的防守非常的不易哈。那他可以举也可以打，就好像室内排球那个，只要是日本守那个日本举球员守起来之后，后面中间的主攻手就跳起来举球，或是跳起来攻击，一样的道理。哦，讲到今年他自己可以攻，也可以守，也可以举。想到今年奥运的排球啊，其实室内排球日本的男排在跟意大利先赢2局的情况之下，结果被意大利这个大逆转，连赢3局啊。是的，而且在第3局的时候还是24比22，差一点点哈。竞技运动就是这么残酷。对，18比10，28分，7的倍数，现在两边要再度的换边。换边过后，澳洲队的1号球员发球失误。其实我觉得这一组啊，如果是我们的刘碧欣跟吴淑芬来打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应该是可以过的哈。因为我们这个欣婷这一组，有可能在基本功上啊，在搭配上，有可能比较生疏一点。可是相对的，是。可是我觉得，如果以欣婷这个谢依涵这一组啊来对前一场的韩国的组合，那是绝配了，对不对？是。
如果调换一下这2场比赛的话，那我们2组可能都会晋级。都晋级。对。哎，王欣婷的这一个吊球，直接得分。19比12。这样的举球真的很容易，我觉得是会被抓持球哎哦。是。再拿1分哦，还有场边。裁判在判定的时候，通常他有可能会以结果来看他到底举得好不好，就是球到底有没有旋转。那球有旋转，表示你在击球的时候2手是不平均的，而且击球的时间是不对的。这球被澳洲队给攻进了，来到了20比13。现在这场比赛的赛末点出现 ，match point。哎呀，结果第一个赛末点就顺利的兑现。看到在这一场比赛啊，澳洲队最后是以21比16、21比13直落2击败了我们台湾的王欣婷以及谢逸然的组合，顺利的抢下了8强的门票。下一场8强战，澳洲组合将要来面对菲律宾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为大家做赛后的一个讲评。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organizer speaking. Very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day, the final shuttle bus from here to hotel will departure at 4 p.m. The final shuttle bus from here to hotel will departure at 4 p.m. If you want to take the bus, please be on time.2024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在8月24号这一天进入到第2天的一个赛程。那当然，在今天下午的2场女子组的比赛当然在看到了刘碧欣跟巫淑芬晋级到8强之后，很可惜这场比赛我们的王欣婷跟谢逸涵的一个搭档最后是输给了澳洲的对手。对于这场比赛，不知道彭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是，中华队在接发球的部分还是失误太多那导致我们第一波的组织攻击是笑话。那第2个部分是在发球的部分失误率太高。那第3个就是澳洲队利用他的身高优势，在攻击跟拦网方面表现得比较优异，所以相对成绩出来就是我们恭喜那个澳洲。对，那当然我们刚才在转播过程当中也开玩笑，如果今天这个碧欣跟吴淑芬对的是澳洲这个组合的话，那王欣婷可是对南韩的话，那就真的完美了。是。那今天在整个下午，在整个转播场地的一个转播的赛程到这边也要告一段落了。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明天，也就是8月25号星期天，我们在早上的一个比赛当然在早上的4场比赛第1场9点钟开始来看到中华队对泰国队，第2场泰国对菲律宾，第3场澳洲对日本，第4场中华队对上日本的比赛，可以说是每一场比赛都会将是关系到下午8强赛的一个对战组合，将会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对战。那今天在8月24号，我们在大园的沙滩排球场的一个转播工作到这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雅礼，跟我们的球评彭义坤老师，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在明天8月25号第3天这个比赛再见喽，拜拜，拜。